中国的实力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2024年，中国带给全世界的震撼远超想象。可是很多人，包括部分中国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大事。接下来，让我们盘点一下2024年我们做过的一些震撼世界的大事。2024年6月2日，中国嫦娥6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带回了1935克月壤。美国说能不能给我来点，咱们一起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2名宇航员被困太空，无法返回地球。7月6日，中国055大区编队巡航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美国国内紧张，为了让民众和盟友心里踏实，海岸警卫队赶紧声明，中国海军的活动符合国际规范。9月25日，中国发射东风31A 级洲际弹道导弹，精准打击12000公里外太平洋的公海，误差不到100米。美国五角大楼对此表示，中国试射通知他们是个好事儿，但他们深知这个导弹的威胁可并不小。10月16日，中国宣布启动25年的宇宙探索计划，寻找地外生命和宇宙起源。11月12日，珠海航展上，中国一口气展示了运20、歼35、A9 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武器，全球军备市场风云突变，进入了无人作战的新时代。12月25日，中国宣布将在墨脱地区建设超级水电站，发电量将达到三峡大坝的3倍，足以满足3亿人的用电需求。12月26日，中国展示了全球首款第6代战斗机。美国国防部紧急召开会议，严肃讨论如何应对这个新局面。看完这些，你是不是觉得中国的实力像谜一样？假如你没有这种感觉，那么你可以把中国换成是其他国家。试想一下，如果是俄罗斯、印度甚至是日本做了上面的这些事儿，整个世界会怎么看他们呢？而这些只是中国在2024年1年中所做的，并且你还要知道，这些震撼世界的大事儿有 90% 美国人都做不到。你可能会质疑，那么中国难道已经是地球第一强国了吗？那为什么世界霸主还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呢？而这个问题也是全球其他国家一直在思考和好奇的事儿。一个俄罗斯人曾在他的视频中说，除了中国，全球其他国家都迷信美国的实力，即便是跟美国翻脸的俄罗斯，也不敢与美国正面冲突。伊朗即便与中俄结成关系，依旧对美国怀有近乎迷信的崇拜。当自己的小弟叙利亚被干掉后，他恐惧的都想投降。可见，连俄罗斯和伊朗这2个军事强国竟然也都认为美国还是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那你觉得其他国家会怎么评价美国呢？他们大多数是恐惧、崇拜、敬畏，但又不敢轻易撕破脸。我们为什么要在2024年频繁地展示这些先进装备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低调的太久了，而这种低调甚至让很多中国人都低估了祖国的实力。低调的策略本意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过度低调可能会让盟友心生摇摆，而敌人则会心生投机，他们甚至会利用你这种低调，加强盟友对自己的信任和崇拜。因此，在俄罗斯被战争拖住，伊朗不作为的背景下，我们适当的秀出了一些肌肉，而我个人猜测，一定还有不便展示的东西正在隐藏中。那么这种做法有什么意义呢？再看看6代机展示后美国的态度。美国印太司令突然一改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口吻，居然破天荒地说，我们希望与中国和平相处。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是美国也不知道中国真正的实力，但在被几次惊吓之后，他开始重新评估我们了。所以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早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超级的工业强国一定是一个超级的军事强国。当然有很多人仍然停留在用 GDP 衡量中国实力的思维模式上，但是现在连西方也发现这种评估方式根本不成立，因为全球的 GDP 排名是基于汇率计算的，而汇率又充满了失真。按购买力调整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的 GDP 排名本应该高得多。比如最近中国互联网平台突然闯进了很多老外，中美网友一对账，大家就发现同样是老百姓，月薪3000的老美比月薪3000人民币的中国人过得苦多了。事实上，直到2024年，中国的工业产能已经占据了全球 35% 的份额，预计到2035年会达到全球 45%。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能几乎能干趴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总喜欢宣布自己胜利，但中国低调地宣布了登月计划、无人机机群、6代机，悄悄地积蓄力量。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会相信美国还会继续赢下去。但等到中国推出7代机、8代机时，或许美国的6代机还会停留在 PPT 阶段。而当中国的月球基地建设时，美国也许才刚刚重新踏上月球。
美国或许有这个能力，但这场竞争显然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了。1991年的海湾沙漠，美军摧枯拉朽般击败了伊拉克100万大军，这让全世界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认知错觉：哇，现代战争原来是这样的呀！但这其实是一场被过度神化的战争，因为它是现代信息化作战体系对二战时那种机械化部队的降维打击。只不过当时的美国提前进入了现代化作战体系，其他很多国家还都停留在二战那种作战体系上，暂时没有追上来。换句话说，伊美两国在武器装备上全都是代差。想象一下，如果将2025年的解放军投送到1991年的海湾沙漠，我们很可能会见证人类军事史上最悬殊的科技碾压。装备氮化镓雷达的歼20机群能在伊拉克防空雷达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用 PL-15导弹在200公里外点杀米格29。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会像手术刀般精准地切除指挥中枢。攻击11隐身无人机群则会在夜间悄无声息地收割装甲纵队，这种打击效率甚至可能让当年的美军也自叹不如。毕竟我们北斗的全域态势感知能力比1991年的 GPS 系统可是强了3个数量级，这种场面也一定会比当年美军的表演更震撼。但这只不过是现代军事体系对旧时代军队的降维打击，根本不值得夸耀。1991年美军暴打伊拉克的戏码本质上就是职业拳手暴揍小学生。当时伊拉克号称世界第3陆军，坦克的数量比中法英加起来都多得多，其中40%还是从中国购买的69式。但在美军的信息化作战体系面前，这些钢铁洪流直接就成了活靶子。阿帕奇在伊军防空导弹射程外点名坦克， F117 隐身战斗机来去自如，PS 制导导弹指哪儿打哪儿，胜负毫无悬念。2015到2022年，俄军在叙利亚开挂也是同样的道理。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以阵亡仅112人的代价就干掉了8万叛军。这种恐怖的战绩，连西方都被吓得哆嗦。波兰军方曾经推演，认为俄军5天就能平推到华沙。但等到了2022年，俄军真的打乌克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美俄之前都是在新手村虐菜，遇到同级别的对手时就现原形了。没错，海湾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敌人都是阿拉伯菜鸡。美俄包括所谓的中东小霸王以色列，都是拿阿拉伯菜鸡刷出来的逆天战机。而阿拉伯世界偏偏在军事上就特别落后，整体的军事代际基本上跟非洲的黑哥是同一个级别。比如把他们这些国家放在亚洲，就连排名都排不上。一场海湾战争给全世界灌了一碗制空权万能的迷魂汤。美军第1天就摧毁了伊拉克空军，接下来就成了他单方面的屠杀表演。但到了2022年，俄军用血淋淋的教训证明，这套曾经很牛逼的玩法，在真正的现代战争中却已经行不通了。开战第1天，俄军也是用导弹瘫痪了乌军机场，他骄傲地宣布自己已经掌握了制空权。结果2年过去了，大毛的飞机还是不敢上天，因为北约送来的防空导弹和预警系统早已经把天空变成了死亡陷阱。最打脸的是，现在击落苏34的往往不是什么专业的防空导弹，而是乌军用200美元买来的大疆无人机，底下挂上RPG 弹头，就能把价值4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机给炸成火球。就这一手，把很多资深军迷的传统空战观念都彻底给颠覆了。现代战争最恐怖的变化就是所有人都成了透明人，天上每10分钟过顶的侦察卫星能把坦克型号都看得清清楚楚，几百美元的无人机在头顶嗡嗡转，你上厕所都能被直播。俄军坦克兵就曾经吃过大亏，几个新兵蛋子在前线用 TikTok 直播，结果被乌军顺着网线给摸了过来，一发炮弹给他们全送上了热搜。这种全透明的战场彻底废了传统战术，什么装甲集群突击、迂回包抄等。现在你敢稍微大规模的集结部队，立马就会招来几十公里外的火箭炮洗地。所以俄乌双方都学乖了，跟土拨鼠似的挖洞躲猫猫。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搞笑？21世纪的战争反而又退回了一战时的堑壕战了。当然，美国的军事也在发展，但你要相信，比起中国的进步，它发展的速度确实不快，甚至可以说很慢。因为别忘了，它毕竟是全球军事第1的国家呀。它本该有配得上这个名号的发展速度嘛。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5G 战术网络，军用基站超过2万座。在精确打击方面，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全面领先美国。
中国无人机产能占全球70%的份额，这块也绝对碾压美国。但 AI 指挥系统的迭代速度，我们与美国比较仍有代差。自主作战算法的实战验证机会也不足，再就是航母数量比它少，这导致中国航母的舰载机出动效率仅为美国的50%。最后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军事发展是以防御为主，所以我们的战略投送能力也不行。但必须要看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对美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优势。东风21D-26反舰体系已经覆盖了3000公里。换句话说，中国没有攻打美国的想法，但美国若想打败中国，也是白日做梦。那么，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解放军放进2024年的俄乌战场，会打成啥样呢？首先，表现一定会比俄军好得多，但你也不要指望看到海湾战争时美军碾压伊拉克的那种场面。面对北约构建的星链加预警机加地面雷达3位一体的监控网，即便是歼20，也要谨慎地规划突防路线。武直10再也不能像阿帕奇在沙漠里那样嚣张，因为毒刺导弹的改进型射程已经延伸到了8公里。更棘手的是，每个乌军步兵班都配备了反无人机枪，彩虹4察打一体无人机也很难随意的猎杀目标。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战争，并没有绝对的王者，只有体系的对抗。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这是中国导弹的神级操作。1988年2月5日，伊拉克空军驾驶轰6对着美军船队发射了一枚国产鹰击 C601导弹。宙斯盾提康德罗加巡洋舰实施干扰之后，导弹失去了目标，但是没有坠海，反而绕着船队兜兜转转，扭头把身边30多万吨的运油船给干沉了。运油船是伊拉克空军的主要袭击目标。这波操作下来，吓得美军提桶跑路，撤离了波斯湾。这就是中国导弹骚气的设定。被干扰失去目标之后，就寻找附近最大的打。伊拉克空军为什么敢攻击美国？为什么轰6轰炸机会在伊拉克手上呢？这得从1980年伊拉克和伊朗爆发战争说起。双方积攒多年的水源、民族、领土矛盾无法调和，彻底撕破脸皮，你来我往，菜鸟互啄，二者实力相近，都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完全压倒对方。就这样打到1984年，进入到僵持阶段，在边界埋入了大量地雷，开始耍流氓，地面战暂时停止，然后双方在波斯湾这个石油大动脉展开了无限制袭船战。伊朗和伊拉克都是重要的产油国，经济上特别依赖石油出口，想大量的获取外汇，就必须得依靠油轮从波斯湾把石油给运送出去，只要搞定对方的石油船，就能在经济上拖垮对手。于是不约而同的开始无限制打击对方的油轮，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波斯湾不只盘踞着他们2个玩家，其他国家油轮就遭了殃，比如卡塔尔和科威特的运油船，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一时间波斯湾鸡飞狗跳，火焰冲天。随着战争持续伊拉克占据了下风，因为伊朗和美国交好期间进口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导弹艇和轻型护卫舰，而伊拉克的都是老破小。为了挽回颓势，伊拉克决定从其他方面来扳回局面。相比于海军，空军更容易发起袭击，在效率上超过伊朗。可袭击船只就需要反舰导弹，必须得拥有大航程、载荷高的中远程轰炸机才能胜任。这样的轰炸机哪里去搞呢？伊拉克放眼全世界，无论是苏还是美，双方阵营都对伊拉克实施了武器禁运，即便是买，哪怕他们敢卖，伊拉克也不一定敢用。要知道这俩玩家出了名的不讲武德，于是伊拉克把需求朝向了中国。那个时候咱们刚刚改革开放，把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许多军工企业还不能好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纷纷倒闭，部分企业苦苦支撑，所以我国转变思路，开放武器的出口，在种类和类别上施加少量的限制。没办法，穷山清水秀的穷。在这一大环境下，轰六也能卖。我国对轰六轰炸机进行了魔改，加装了对海搜索雷达和反舰导弹，被伊拉克军火采购团一眼相中。上面的出口版 C601 是咱们最先进的反舰导弹头版，俗称阉割型。在飞机的某些重要指标上轰六 D 已经接近或者达到战略轰炸机的门槛。伊拉克是越看越喜欢，基本没有挑三拣四，就豪掷2亿美元，通过约旦斡旋下了订单，购买了4架轰六 D 和40枚 C601 反舰导弹。对我们来说，2亿美元是一笔极大的外汇收入，买卖双方都觉得特别的满意。买回去之后，轰六完全可以就在波斯湾的上空长距离、长时间、高强度巡航。C601 反舰导弹原型是苏联明核导弹中式魔改，体型笨重，被国外戏称为残。可是就这么一个笨笨的家伙，充满了中式暴力美学，亚音速巡航，理论射程150公里，装药量巨大，几乎碾压法国飞鱼，一发命中就能够击沉3000吨以上的舰艇，理论上2枚就能干成航母。伊拉克空军美滋滋的给轰六涂成了蓝黑色，称之为黑色战神，极大的鼓舞了伊拉克士兵的士气。在这场无限制打击油轮的战争当中，美国人受不了了，保护波斯湾航道的安全是他们的核心利益。于是浩浩荡荡地派出30多艘舰艇进行护航，顺便威慑两国。以前的伊拉克还投鼠忌器，但是在兔子家逛了一圈之后就不一样了，就是干。美国的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正在为波斯湾某国运油船进行了护航，它是首个装备宙斯盾防御系统的导弹巡洋舰，号称没有搞不定的导弹。美国人特别自负，单枪匹马安排了1艘护卫着船队到达了波斯湾，完全无视伊拉克的警告。面对美国的轻视，伊拉克决定干票大的，重创舰队，这样他们就会明白这是谁的地盘。伊拉克派出轰六接近船队，美国巡洋舰也发现了他，并未将飞机放在眼里，他们就不相信伊拉克真的敢动手。随着伊拉克空军轰六飞到150公里攻击范围内，直接发射了 C601 导弹。中国国产导弹以 0.9 马赫的速度对着美军军舰袭来，巡洋舰宙斯盾系统立刻做出了反应。刺耳的警报响起，舰艇上的美军一下子就笑不出来了。本来他们看着波斯湾上的热闹不嫌事儿大，现在轮到自己了，于是快速启动了拦截程序。这时候导弹已经突破了中程防御圈，快速掠海驶来。这玩意儿真挨上一发，他们就玩完了。水兵操作巡洋舰释放了干扰弹，希望能把导弹引入在水中。随着大量铝箔被投掷在空中，同时对反舰导弹雷达进行电磁干扰，他们成功的让 C601 航线发生了偏移。还没等美军喘口气， C601 绕着巡洋舰绕了一圈，并未坠入大海，扭着身子在船队上空继续盘旋，开始重新锁定目标，然后对着一艘巨大的运油船就冲了过去。伴随着一声巨响，32万吨的巨型运油船冒起冲天火光，燃烧了整整半个小时后消失在了海面上。这离谱的骚操作直接让美军做了一个决定，立刻终止护航，退出波斯湾，充分证明了横的不怕要命的，不要命的怕操作骚的。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掘地3尺也要把伊拉克的轰六给弄出来。肢解帮海军报着一箭之仇。轰六和反舰导弹在这场战争当中表现优异，后期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武器的性能局限。黑色战神在中东的征战史，在国产装备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